嘿，我的小伙伴，对抑郁症了解多少？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报道过，抑郁症是导致患者失能的主要原因，也是最常见的精神疾病。全球有超过2640万的抑郁症患者。事实上，大多数人对此仍有很多不了解或不理解。不仅很多病例没有被诊断出来，很多症状没有被注意到，而且很多人似乎有错误的观点，认为抑郁症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时下，全球心理健康状况都在大幅下降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致力于制作出比以往更多内容的原因。非常感谢大家加入我们的旅程。那么，想知道更多关于隐匿型抑郁症是什么，以及会让人做什么吗？看下去吧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隐匿型抑郁症会让人做的7件事。1. 全身心投入工作和学习。当提到有人在与抑郁症做斗争时，可能会想到一个人早上甚至不能起床，整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，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动力。但这只是一个常见的误解，抑郁也会让患者把自己投入到工作或学习中，作为一种逃避机制，以避免花太多时间胡思乱想。2. 通过自己的创造力来表达自己。和前一点类似，隐匿型抑郁症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，它只通过患者的艺术和创造力表现出来。最近有没有发现自己写了很多悲伤的歌曲，或非常忧郁的诗歌，甚至勾勒出令人难过的画面，或者写的所有故事都以悲伤结尾？好好看看最近创作的或关注的艺术作品，问问自己这是否是有原因的。3. 花更多时间与他人相处。众所周知，抑郁症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，就是让患者自我隔离，切断和所爱的人的联系。但知道吗？反过来也可能是隐匿型抑郁症的症状。有时抑郁会让患者想花时间和其他人在一起，尽管不是出于恰当的原因。那些与隐匿型抑郁症斗争的患者，可能总是希望有人在身边，因为他们害怕孤独。抑郁会让患者更渴望别人的认可，而不是健康。这就引出了下一点。4. 对总是看上去很快乐有很大压力。区分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和一个可能正在与隐匿型抑郁症斗争的人，真的是很棘手的，因为事实是，他们之间的差异往往非常微妙。特别是如果自己不是那个亲身经历的人，毕竟，为什么会有抑郁的微笑这一说法，是有原因的。因为挣扎于此的人，往往会因为一开始的抑郁而感到内疚，并倾向于给自己施加压力，让周围的人看来他们总是很快乐。他们甚至可能试图说服自己一切都很好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5. 凡事都会想太多。与大众普遍的看法相反，许多患有抑郁症的人脑子里有很多事情。许多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报告说，他们有一种强烈过度思考一切的倾向，以至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会专注于过去的错误，感知到个人缺点，甚至想象那些在他们的关系中根本不存在的问题。6. 无法集中注意力。话虽如此，隐匿型抑郁症也可能会有相反的症状。抑郁要么会让患者的大脑超速运转，会过度思考所有的事情，要么会彻底摧毁整个系统，让患者很难集中注意力。所以，如果发现自己在大多数日子里无法正常思考，经常毫无理由的断片，或者很难做一些简单的认知任务，而这些任务过去很容易就能完成，根据美国心理协会的说法，隐匿型抑郁症很有可能是症结所在。7. 无视他人的情感或关心。最后，但肯定不是最不重要的，也许抑郁症能做的最糟糕的事，就是让患者无视所有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照顾、关心和情感。当朋友、家人甚至陌生人来探望他们时，别人注意到了什么是错误的，或当他们注意到患者似乎患上了抑郁症，可能会让患者最终无视大家的担忧，只当是同情或不安全感。你有视频中提到的这几点吗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一定要点赞、订阅，并分享给那些可能从中受益的小伙伴。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小伙伴们多多保重，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